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时光如梭，岁月无情，回首过往，感觉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，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的路程。前半生每天忙忙碌碌，总是仓促地完成每一天的计划，却来不及为未来做一些打算。人老了，要学会给自己的人生留后路。庄子《资本游》中写道：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人生在世，没有谁能够阻止衰老的脚步，只能选择坦然地面对。人活着就要学会为自己做一些规划，做到未雨绸缪，才不会在风雨来袭时焦躁不安。人老了，要趁早地看透3个残酷的真相，给自己留足退路。一、为儿女消耗所有的钱，最终要尝尽没钱的辛酸。父母对子女的爱深远而浓郁，在子女成长的路上，父母总是力所能及的想要帮衬子女，让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平稳一点。许多的父母曾认定，为儿女消耗掉所有的养老钱都无所谓，只要子女有出息了，将来就能老有所依。但是事与愿违，乔家儿女中的王一丁的母亲，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小儿子的身上，还让王一丁和妻子三力受尽了委屈，不断的拿出钱财来补贴小儿子。最后母亲得了重病，小儿子夫妻2人不出钱不出力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倒在病床上不能自理，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哥哥嫂子。王一丁的母亲非常的愧疚，只能依靠王一丁和三力照顾。这时候才知道把所有的钱给了小儿子，养成了孩子不懂得感恩、自私自利的性格，根本没有办法指望他们养老。作为父母，为儿女消耗掉所有的钱，最终会尝尽没钱的辛酸。因为在变老后才发现，子女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路要走，生活压力重重，常常无力顾及到父母。人生到了后半场，才发现真正能够靠得住的是自己的积蓄，多给自己留一份养老钱，就是多一份生活的保障。我们不要认为上了年纪，儿女已经长大了，我们就将所有的钱财交给儿女们手上。原本以为儿女能够为我们养老，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。人老了，不要以为我们花钱少了，其实花钱的地方不但多，而且花钱的金额会很大。假如你提前将所有的钱财都交给了儿女，等你需要用钱的时候，你就很难伸手向他们拿回来。人老了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都需要用钱。你将钱提前交给儿女，就等于自断财路。到你用钱的时候，就会感叹，谁的手上有钱都不如自己手上有钱。其实老人疼爱儿女、支持儿女都是要量力而为的，要学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学会对儿女要小气一点，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儿女，最好有多少积蓄也不要告诉儿女。自己的人生是需要独立去奋斗，而对于一些啃老的儿女们，要更加的心狠，一定要逼他们去找工作，叫他们走入社会。无论如何，老人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养老金和自己的老屋，这是养老生活最基本的物质保障，也是一个老人的退路。人渐渐老了，劳动的能力也会慢慢的丧失，所以越老就越难赚钱。与其在晚年生活的时候到处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，还不如在年轻的时候攒够养老钱，这样老了以后就可以享受生活了。很多人在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就肆意的挥霍金钱，这样不单只是用尽了自己的财富，也都将晚年最重要的依靠抛弃了。好了，等到老年之后才发现，原来自己一无所有，连根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。有一些人更加的将养老的希望全部的寄托在子女的身上，虽然子女已经成家立室，仍然要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的给了他们，
如果你的子女孝顺，那你就皆大欢喜；如果子女不孝，那真的是后悔莫及了。聪明的人往往有自己的规划，留足自己的养老钱后，才将多余的钱用来帮助子女。这并不是自私的行为，而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。晚年的生活本来就容易出现意外，如果到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金钱做依靠，这不仅会令到家庭产生更多的矛盾，更加会令自己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凄凉的境况。二、健康是一，其他都是零。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，身体的器官慢慢的衰老，所以更加要注意身体的保养。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是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首选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。如果我们将人的所有特质比如做财富，那么健康就是纸币上边的第一个一字，其他所有的都是零。如果没有了健康的身体，其他再多也只是零。尤其是人老之后，最怕的就是整天的跟疾病打交道，就算自己是家财万贯，都没有办法可以包治百病的。况且当你生病之后，最受罪的还是自己的身体，没有人可以做替代哦。那这样的晚年生活一定不会幸福的。东汉末年的枭雄曹操，前半生勇马征战，统一了北方大部分的地区，朝廷封他为魏王，一时之间大权独揽，权倾朝野。但他的后半生就饱受了头痛的影响，晚年的生活非常的痛苦。想晚年不被疾病纠缠，就需要早日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早睡早起，不要熬夜，有时间就出去走动下，锻炼身体，饮食规律，要健康，养生永远都是宜早不宜迟。等到人老后再想这样做，可能身体已经垮了，生活习惯也很难的改正，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到这个时候才后悔，已经太晚了。总之，我们一定要养成在饮食、运动、心理上都要保持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拥有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，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健康长寿。第三，就是要培养兴趣和爱好。人到了退休的年龄，如果没有一些爱好，那日子就很难打发，百无聊赖的感觉，简直是令人怀疑人生的意义。经常都有些老年朋友讲这个问题，他们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很枯燥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，每一天吃了就睡，醒了又吃，很无聊，但又不知道做些什么好，又不会做些什么，对于一切都没有什么兴趣，感觉到很烦躁，很沉闷。而有一些老年人刚退休的时候很兴奋，可时间一长了，他就厌倦了这样的退休生活，有的甚至还到外面找一份工作，无所谓多少钱，只是希望打发时间，令到自己没有这么寂寞。而还有一些老年人整天的唉声叹气，度日如年，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，觉得退休生活真的是太过无聊了。有这种心情的退休老人并不在少数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老人没有什么爱好，平日除了工作业务之外都没有接触过，又没有学习过，搞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上非常的贫乏，属于精神上的赤贫者。琴棋书画一窍不通，歌舞音频从不接触，摄影垂钓都没有什么兴趣，旅游观光也缺少本钱。老年人要想退休生活过得舒服不寂寞，就要有一些自娱自乐的本事，没有也没关系，万事开头难，从头学起也不晚。我们也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习，由不会到会，所以活到老要学到老。慢慢来，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，从身边的事做起。退休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，不要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这也不会那也不会，不会我们就学嘛。退休之后如果没有什么兴趣爱好，生活就会枯燥乏味的了。所以一定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只要善于发现，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兴趣爱好的，
比如养花、烹调、钓鱼、下棋、打牌、跳舞、打拳、走走路，或者去老年大学上一下课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。再比如，经常会同一些老同事、老同学和老朋友约一下去郊游，又或者是远行，培养自己的情趣。虽然我们已经是退休的年纪，但是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。这样，我们退休以后就有了目标，每天我们都有点事情做，每天都过得充实，那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有一位学者讲过，没有消遣就绝不会有欢乐，有了消遣就绝不会有悲哀。当一个人变老以后，因为远离了繁忙的工作，子孙又没有经常陪伴在身边，曾经的好朋友都可能在千里之外，这样的环境最容易导致产生孤独感、空虚感，令人失去了生活的动力。所以在此之前，我们就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，比现在培养一些适用于晚年的爱好，这样到了晚年也不会感到太寂寞和无聊了。总之，退休之后的老人就需要改变一下自己，有规律的生活，主动的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情趣爱好，退休生活丰富多姿多彩，你就会有快乐的感觉，仿佛自己又年轻了很多，身体充满了活力和朝气。这样的晚年生活正是我们向往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